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语。这期主要讲的是 Cloud Code 的4大主要高级功能，它们是 Hook、Skills、Sub-Agent and Plugins。Agent Skills 和 Sub-Agent 很像啊，但是它们还是略有不同。Cloud Code 就目前而言是最强的 AI 编程工具了，它就像《山海经》里的黎利，其状如豚，有据其音如沸，见则其线多土工，一见到它工地就开工。正如 Cloud Code 输入-init工程就开始了，从骨架到成品完全帮你搞定。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话不多说，直接来看 Hook。 首先把你的 App 跑起来，这个之前都讲过，我本地是代办清单这样一个 App。 Hook 是什么呢？ Hook 就是你在写代码或者做某一个操作之前或者之后可以执行的一个特定的逻辑钩子。比如说我们准备做一个 Hook，它是在你编辑或者创建文件之后都会发出一个提示音。首先它会需要安装一个叫 JQ 的东西，用这个命令安装一下就好了。 JQ 是什么呢？ JQ 是一个轻量级的命令行追审处理器，它是用来解析、过滤和转换追审数据的。我是已经安装了，没有安装的小伙伴可以用这个命令安装一下。打开你的 Cloud， 输入 Hook 命令，它就会跳出创建 Hook 的5个选项。第一个是在工具执行前，第二个是在工具执行后，第三个是在工具执行失败了以后，第四个是给多个工具执行之后使用，第5个是拒绝某种工具的执行或调用。我们是要在编辑和创建文件之后，所以我们选第2个。进来以后，它这里说消息或操作类的是 code 0，错误阻断类的是 code 2。添加新 Hook， 要么直接到 Settings 到 JSON 里写，要么让 Cloud 写给你。按 ESC 回退，我们按 ESC， 再按一次 ESC， 按一下 Ctrl+G 到 VS Code 里面来编辑。给一下提示词，我们要在工具使用以后，每次修改或者编辑文件都会听到这个提示音。保存关掉，回到 Cloud Code 按回车，稍等一下， Cloud 做出了计划，如果修改好以后就会添加这样一段。查看一下当前文件夹，似乎还没有点 Cloud Settings 文件，我们让它修改添加一下，按回车，这样就设定好了。但是这个位置搞错了，这个是 root 的位置，我要让它只在当前项目下起作用，按回车。因为系统权限的原因，需要执行下面这2条命令。第一个是恢复原来的全局设置，第二个是配置项目级的配置。复制一下，保存到你本地一个等会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用 Exit 退出一下 Cloud Code， 清理一下页面，复制粘贴第1条命令。这个命令有一点问题， Ctrl+C 退出一下，用同一个命令，但是 EOF 前面的空格去掉，按回车，这样就好了。刚才还有第2个命令，第2个命令是写在本地项目内的 Hook， 粘贴第2个命令，记得 EOF 前面不要有空格，按回车，到 VS Code 底下，再点 Cloud 文件夹底下，打开 Settings， 这样大家就会看到 Hook 已经写好了。调一下格式，保存一下，关掉，回到终端，清一下页面，用这个命令再次打开 Cloud， 进入 Cloud 以后，给 Hooks 命令，在 Post to Use， 也就是工具使用之后，就会多出一个 Hook。选第2个按回车，因为只有这一个，所以直接按回车。声音就是这一个，按回车，这样就看到了 Hook 的详细信息，也就是说这个 Hook 已经设置好了。按 ESC 退出，一直按 ESC 退到对话框。现在给一个提示词做一点改动，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听到修改好以后的提示音。按回车，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再给一个提示词，把刚才改的再改回来，因为只要修改或者创建就能够听到改好以后的提示音。按回车，好，能听到提示音就说明 Hook 已经做好了。当然了，如果你对音效不满意，你是可以再给提示词让它把音效改成别的音效的。如果运行 Hook 的时候发现 Hook 没有运行成功，你可能会需要退出一下 Cloud， 然后再进入 Cloud Code， 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一下 Skill。Skill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一个给 Cloud Code AI 模型看的一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是针对某一个特殊事件的说明书，由这个说明书会补齐你发送的 prompt， 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过这个说明书优化你的提示词，而且当然以后你遇到相同或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自动调用这个 skill， 可以大大提高你生产结果的准确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说明书给 AI 模型看。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有一个 input field，
你想用这个input field 给摩洛哥的电话做电话的验证，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假设你为了这么个事儿，专门去给这样的一个input field 做了一个 skill， 那么以后如果你使用了这个 skill， 这个对应的 input field 就一定会有验证摩洛哥电话的功能，这就是 skill。理论讲完了以后，我们做一个快速简单的例子，输入一下提示词，创建一个简单的 skill。这个 skill 呢，主要作用就是当你使用的时候，它会浏览本项目的代码，输出这个项目主要是做什么的，以及用了哪些技术栈。它的作用范围只在本项目中。按回车，稍等一下，在这个流程图也可以看到，它生成了我们要求的 skill。在 VS Code 里面把它打开，在 skill 的 Markdown 文档里面也可以看到，它主要分成2个部分。前面这个部分主要是说要做什么，后面这个部分主要是说如何输出。我们用 exit 的命令退出一下，然后重新进入 Cloud， 然后给 skills 命令，这样就会看到有2个 skill， 一个是它默认的 find skills， 我们选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 skills， 然后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按回车，给一个提示词让它介绍一下这个 app， 它就自动调用了我们刚才的这个 skills， 很快它就开始输出结果了。这个就是 skills 的作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也很清晰啊。skills 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据你的经验预先准备好的一个给 Cloudcode AI 看的说明书啊。Agent Skill 讲好了，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是 Sub Agent。Agent Skill 和 Sub Agent 非常像啊，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 Agent Skill 是共享主上下文的，也就是说它的每一次的操作都会被记录到主上下文里。假设你的项目非常的复杂，你不停的在使用 skills，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主上下文会变得非常长， token 会标得非常高，也就是说浪费钱，而且效率低，因为未必每一个 skill 都跟主要的开发进程有关。而 Sub Agent 它虽然跟 skill 很像，但是它的上下文是完全独立的，它每一次修改是在自己的上下文里做记录。换言之，也就是说 skill 是用于主开发流程的，而 Sub Agent 是来给主开发流程打杂的其他事务使用的，比如说审查代码，按一下斜杠使用 agent 命令，按一下右箭头，按一下下箭头，选中 create new agent。 它这里有2个选项，一个是在本项目有效，一个是 personal 有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因为我们希望它的作用范围被限定在一个明确的范围，比如说本项目内有效。按回车，然后就又会出现2个选项，一个是让 Cloud 帮你创建 Sub Agent， 一个是你自己手动创建一个 Sub Agent 的 MD 文档。第一个是推荐，我们就用第一个。然后是给一个提示词，如果你的提示词太长呢，你可以按 Ctrl+G 放到 VS Code 里面去写，按回车就可以提交，按 ESC 就回退。我已经给了 Sub Agent 的描述了，现在按下回车，这样 Cloud 就会开始帮我制造这个 Sub Agent。它的上下文是和主上下文完全无关的，它是独立上下文的。稍等一下，现在要选一下是哪种类型的工具，按上下键进行选择，选到以后按回车就可以选中或者不选中。因为是一个代码审查的 agent， 我们就让它只读就好了。选好它是只读工具以后，向上选回 continue， 按回车。模型的话就用默认的 Sonnet。 接下来是可以选颜色，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本例中就使用默认的颜色。接下来是 Sub Agent 的作用范围啊，第一个就是仅在本项目，第二个是不需要 memory， 第三个是 user 或者 user group 能够起作用，第四个是在本地只用 Cloudcode 都能起作用。第一个是推荐了，我们就选第一个。看上去这个 Sub Agent 是已经创建了，你可以按 S 或者 Enter 保存，或者按 E 保存并编辑。按一下 E， 我们至少看一看，这样就可以在 VS Code 里面看见了，写的是相当详细啊，还进行了分级评价，还会给出推荐啊，看上去还蛮不错的。关掉，回到终端，在 Agent 底下也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代码审核的 Sub Agent 了。按一下 ESC 退出，输入待审，看一下它会不会有正确的选择。它确实是选择了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 Sub Agent， 除了 token 一直在狂飙以外，其他的看上去都还挺好的。很快啊，代码的审查报告就出来了，它是分级显示的，而且还直接给出了修改建议，相当不错啊。你甚至可以继续修改这个 Sub Agent， 让它直接把
比如说严重问题呀、高优级问题呀，自动修复掉，这样这个 Sub Agent 就会更好一些。Sub Agent 的例子就讲完了，现在来看一下 Plugins。Plugin 的命令就是 Plugin， 它像是什么东西呢？它就像 VS Code 里面这个 extension 这种扩展 ，Plugin 就跟这些扩展差不多啊。它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把一些已经有的 skills、hook、prompt、MCP 聚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插件了。然后你调用它，就可以使用这个 plugin 的能力来解决特定的问题啊。给一下 plugin 命令按回车，它这里有4个选项啊，一个是发现，也就是所谓的精品选择啊。第二个是 installed， 也就是已经安装的。大家可以看见，我之前是已经安装过 Stitch 了。再按向右的箭头，这个就是 Market 了。Marketplace 的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上你还可以去搜索一下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最后一个就是 Error， 它是假如这个 plugin 出现了错误，或者你安装出现错误，它都会列在这里。按向左键选第一个，按空格就可以选出你想要的了。按 I 就可以开始安装，很快啊，一个 plugin 就装好了。现在要使用这个命令来激活它，布置好以后粘贴到这里，然后按回车，这样就激活了。当然你也可以退出 Cloud Code， 然后重新进入 Cloud Code， 这样也可以激活。给一下 plugin 命令，按回车，按右箭头，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已经安装的新的这一个 plugin。按回车，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 plugin 的详细信息。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叫 Frontend Design 的一个 skill， 它下面还有一些选项啊。第一个是禁用这个 plugin， 第二个是加入到 favorite， 第三个是标记要升级啊，第四个是直接给这个 plugin 升级啊。接下来是 uninstall 啊，第6个是回到 plugin list， 我们选回到 plugin list， 按 ESC 退出。既然它的本体是一个 skill， 我们去 skill 这边看一眼，确实能在这里看到这个叫 Frontend Design 的 skill， 按 ESC 退出。给一下提示词，我们让它用 Frontend Design 优化一下当前项目的 UI， 按回车，确实是调用了 skill， 而且调用成功了。除了 token 在标，其他都挺好。我目前开的是自动模式啊，想要切换模式需要按 Shift 加 Tab。好的，依旧能听到提示音，说明我们最初设置的那个 hook 也依旧能工作。做了好几处的修改啊 ，token 已经飙到12000多了，连续能听到 hook 修改的声音。但是这个 token 真的是消耗太过于剧烈了。好的，总算是改完了，这样就可以开始看一下它的结果。酷不酷炫的不知道，反正是消耗了好多 token。中文和英文依旧是可以自由切换，看一下是否能添加，能不能划掉，功能都是正常的，也能够修改，也能删除。那这样 plugin 的例子也就讲好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